受美国大选影响，台湾或将在近期进行巨额军购。俄军遭遇重大失败，2名高官丧生，士兵痛批俄军夸大战场胜利，迷惑高层。朝鲜士兵刚刚入俄作战，就沉迷成人电影，无法自拔。以色列再次订购25架 F-15， 欧盟200亿研制新战舰。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尘埃落定，唐纳德·特朗普或将于明年1月重回白宫。台湾正在计划在未来几月内提出一项巨额的军购案，以显示其和美国的关系以及对自我防卫的决心。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永博指出，这将是台湾在国防领域的一个重大举措，也可能是一个头期款，旨在吸引川普新政府的注意力。据路透社报道，台湾预计在明年第1季度启动这个大型军购计划，内容包含了大型载具武器和大量弹药。这些武器系统可能涵盖地面、海上和空中的防卫装备。具体项目可能包括先进的防空系统、战斗机、军用直升机以及地对地导弹等，以提升台湾的整体防御能力。台湾的目标是在川普政府重新上任之际，迅速取得美国的支持。尤其是在面对川普先前对台湾应支付保护费的言论，匿名台湾防务官员认为，川普的言论对台湾来说是一次振聋发聩的提醒，台湾需要向美方展示其对防卫支出的认真态度。台湾政府希望借由这次军购进一步深化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匿名官员指出，台湾的军购案除了涉及大型武器系统外，还包括先进的监控和侦察设备。这些设备有助于提高台湾对周边海空域的监视能力，从而提升台湾在面对潜在威胁时的应对能力。川普在2017到2021年首次执政期间，曾改变了美国对台军售的一些惯例，包括将包裹式军售改为逐案审查，提升军售流程的效率，并放宽台湾购买反制武器的限制，比如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AGM-84H、斯拉米 ER 空射增程型距外陆攻飞弹等，提升台湾的军力。这些军售改变了，不仅提升了台湾的防卫能力，也加强了美台之间的战略互信。台湾防务专家舒孝煌指出，军购计划将不仅限于传统武器，还可能包括电子战、网络防御以及无人机等新技术，以应对现代化战争的挑战。这些新技术的引入有助于提升台湾军队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并且能够更有效地应对潜在的威胁。目前，台湾正在加强与美国和国防领域的合作，并希望能借由这次大规模军购来确保台美关系的稳固。专家分析，由于地理上的距离，美国不可能轻易派兵协防台湾。舒孝煌表示，未来台湾的防卫物资需要可能自行负担费用，而非仰赖美方的资金支持。因此，台湾应对军事装备和物资进行全面评估，确保能够满足防卫需求，并且增强整体的防卫性。此外，舒孝煌还指出，台湾应特别注意发展不对称作战能力，包括利用小型灵活的武器系统，例如巡弋导弹、快速布雷艇等。近日，根据俄罗斯军事博主报道，俄第123摩托化步枪旅的指挥官命令该旅的第1、第2、第3摩托化步枪营以及第4坦克营在11月2号对比洛霍里夫卡附近的乌克兰阵地发起正面攻击，但缺乏足够的火力支援。这次袭击以失败告终，并造成了大量人员、坦克和步兵战车的损失。然而，在这次重大的战术失败后，俄罗斯媒体和军队非但没有反思错误，还强调这次战役取得的战术胜利，意图掩盖自己的失败。这一行为招致了大量的知情俄罗斯人的愤怒，其中不乏前军事人员、军事博主等。他们认为，现代俄罗斯战地指挥官为了获取晋升，故意制作虚假的漂亮报告和地图，夸大俄罗斯前线的进展，而这些虚假报告最终导致了俄罗斯军人的生命和大量军事装备的损失。俄罗斯国防部在2024年10月下旬声称，俄军已经占领了比洛霍里夫卡以西的塞雷布扬卡。该消息被攻击者视为最有力的证据，因为从22年5月以来，俄军多次尝试占领这一据点，但是都以失败告终。尤其是在22年5月，
俄罗斯军事指挥部发起了一次灾难性的河流渡河行动，试图占领比洛霍里夫卡，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并且导致了俄装甲车辆的重大损失。此外，最近在库拉霍维和查西夫亚尔方向的战斗中，2名俄军高官丧生。反对派媒体在11月7号报道称，俄罗斯第5摩托化步枪旅的指挥官帕维尔·克里缅科少将在乌克兰的战斗中阵亡。据悉，克里缅科在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曾在被占领的克里米亚服役，并在24年5月晋升为少将。有消息称，其指挥的士兵曾在顿涅斯克城附近的一个废弃矿井中，对拒服兵役者和俄罗斯人进行了非人道对待。同时，一名绰号小丑的俄罗斯志愿军指挥排副指挥官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阿帕尔科夫在查西夫亚尔方向的战斗中阵亡。这次失败的袭击以及高官的阵亡，使得俄军内部的不满情绪愈发高涨。军事博主们对俄罗斯指挥体系的批评愈发尖锐，认为战地指挥官为个人利益而进行虚假宣传，正在严重地损害俄军的作战能力，并进一步加剧了前线士兵对高层的不信任。俄军士兵在前线付出了巨大牺牲，却不得不面对指挥官为了升迁而虚报战果的现状，这使得俄军士气受到了严重打击。接下来是一条无法证实的消息，不过大兵觉得很有意思，各位全当听一个故事吧。英国金融时报首席外交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一个通常可靠的消息源告诉我，部署到俄罗斯的朝鲜士兵以前从未有机会自由上网，因此他们正在疯狂地观看成人影片，表现得如饥似渴。根据《太阳报》和《纽约邮报》的报道，朝鲜的网络使用情况一直非常受限，该国人民只能访问28个网站，大部分内容都是国家宣传和领导人的新闻报道。虽然这些数据只更新到了2016年，但已知平壤在2015年全面禁止了包括 P 某、Y 某在内的网站，因此几乎可以确定，朝鲜人民没有机会通过网络接触到成人影片。美国国防部发言人陆军中校查理·迪茨在被问及此事时表示，尽管这听起来很有趣，但我无法证实朝鲜士兵的上网习惯或者他们在俄罗斯的课外虚拟活动。他还表示，五角大楼更关心的是支持乌克兰解决区域安全，以及朝鲜是否卷入了俄罗斯军事行动。至于上网的问题，这个最好直接去问莫斯科。大兵认为该消息可能是某种个例，因为现在大多数朝鲜士兵都被放置在库尔斯克前线，在乌军无人机和炮弹的死亡威胁下，应该没有心情再去放松了。况且上网总得要手机吧，大部分朝鲜人应该是没有手机的，总不能指望俄军还会为其每人配一副 iPhone 吧。以色列国防部11月7号宣布，将以52亿美元的价格购买25架 F-15IA。这份协议已于昨天与制造商波音公司签署，并且保留了购买另外25架战机的权利。以色列国防部确认 F-15IA 战机将在2031年开始交付，每年交付4到6架。以色列国防部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这次采购标志着以色列与美国之间防务合作的深化，反映了两国对地区安全的共同承诺。在签署协议时，以色列国防部总干事扎米尔少将以以色列国防部驻美国使团团长阿维拉姆哈森以及团高级副团长均在场。以色列国防部表示，新的 F-15IA 将配备尖端武器系统，包括最先进的以色列技术。升级后的战机将在航程、载弹量和各类作战场景的性能上得到显著提升。F-15IA 将基于美国空军的 F-15EX 版本。波音公司和美国空军特别强调了该型号的航程和载弹能力，这对在广阔太平洋地区执行任务尤其重要。而以色列也长期重视英式战斗机在远程重型弹药打击中的作用。以色列目前的 F-15I 战斗机几乎携带了所有空军的空射武器，包括防御性和进攻性武器，涵盖美国和本地生产的各种型号。F-15IA 的新配置将进一步提升其携带超大型武器的能力，包括高超音速导弹以及更多的常规武器。以色列空军目前运营的25架 F-15I 在哈泽林空军基地与69锤子中队一起服役，
同时还使用了一些更老旧的 F-15A 至 D、BAZ 战斗机。这些战机主要是用于对空和对地任务。这些老旧的 BAZ 已经非常成熟，最早在1979年就首次参战了，并通过不断升级维持前线服务。即将交付的 F-15IA 可能会取代部分的老旧机型，但目前尚无明确计划。此外，以色列还考虑将 F-15I 升级到类似 F-15IA 的标准，称为 F-15I+。以色列将这次采购视为对长期战略能力的投资，特别是在当前与伊朗关系紧张的背景下，这些能力现在受到特别审查。F-15战机历来是以色列远程打击的主要力量，随着敌对行动的升级，其作用愈发受到重视。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11月5号报道，欧盟已经开始研制下一代战舰，预计将在21世纪40年代某个时间服役。欧盟各国防长可能会在2周后的会议上签署推进该项目的意向书。欧洲防务局海事部门负责人斯克拉巴克在欧洲国际海军装备展览会上参加了关于该计划的小组讨论。他在会后对记者表示，有6个欧盟成员国对这一项目非常感兴趣，其中4个拥有较大规模海军。预计未来欧盟国家至少需要30艘新战舰，但他表示不认为所有这些战舰都会在欧洲战舰计划内建造。按2024年的价格计算，该项目的预算可能会超过200亿欧。参与小组讨论的欧洲航空航天与国防工业协会下属的欧洲海军工业组主席费尔南多·加西亚表示，这些新一代战舰将与现有战舰完全不同，因为海战场景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他补充说，设计上的改变可能要求新战舰具备母舰式能力，能携带无人机投入战斗。斯克拉巴克表示，欧盟各国防长在今年5月要求欧洲防务局提出一个具体的项目建议，并计划在11月进行讨论。随后，欧洲防务局在7月进行了初步会议，以评估成员国的需求，并在9月的研讨会上敲定了未来战舰的高层次要求。欧盟对外行动署军事参谋部概念与能力局局长伊格纳西奥·夸尔特罗指出，未来战舰应该能够应对全方位威胁，这些威胁包括从小型无人机到高超音速反舰导弹等新兴威胁。斯克拉巴克表示，欧盟各国防长将在11月19号的会议上讨论该项目，所以在2周后，我们将获得有关成员国需求的明确信号。据他透露，意大利和西班牙对加入该项目表现出兴趣，但法国的态度尚不明确。对于未来战舰的需求，斯克拉巴克提到，战舰设计将需要减少成员数量，并实现高度自动化，以及整合各种尺寸的无人系统。根据成员国的反馈，战舰的排水量可能会达到8000吨或者更大。欧洲防务局官员表示，这一设计基于模块化需求，旨在容纳集装箱的载荷，并且具备操作各种无人系统的能力。西班牙海军策划部门指挥官阿方索·卡拉斯科补充说，下一代战舰必须是智能战舰，并融入了人工智能和海军作战云等技术。卡拉斯科认为，模块化设计对于战舰在任务之间的灵活切换非常重要。费尔南多·加西亚表示，高超音速威胁的出现将推动战舰自动化程度的提升和人工智能能力的增强，以大幅缩短反应时间。此外，未来战舰还需要与其他战舰和无人机互联，以提高探测能力。他还指出，新型定向能武器将要求战舰具备不同类型的发电能力，包括快速发电，以为这些武器提供动力。未来战舰将使用新材料建造，比如隐形复合材料。加西亚还表示，欧洲海军工业正在努力识别自身在技术能力上的差距，并计划进一步推动企业间合作，以缩小这些差距。他指出，欧盟海军工业在武器和传感器等领域存在明显的差距，专门从事武器生产的公司正在共同努力，以确定所需要的新型武器以及防御方法，而另一组专家则在研究未来战舰所需要的数字架构和能源规划。斯克拉巴克最后提到，欧洲防务局和各成员国正在考虑是否将未来战舰项目纳入永久性结构合作和联合防务机制中，以确保各国领导人的承诺，并且推动项目的落实。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